AirPods Pro 2不是没有缺点，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购买。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现在呢，其中一个我觉得在这次发表会里面，个人觉得最亮眼的一个产品就是 AirPods Pro 的第2代。那当然，先前我们在讲爆料的影片，大致上有人已经把里面的大概会有什么啊，什么方面的进步，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实际上看到苹果发表，我们自己还是蛮开心的，看到这些功能都有在上面。这一次的 AirPods Pro 2呢，我觉得它有什么比较亮点，在买的时候会非常有感，尤其是跟第1代比较起来，或是跟现在的 AirPods 3比较起来，会是一个有感的升级的一些地方都把它点出来。那另外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我觉得算是缺点，可是这个跟这个哪一代产品或是这一次推出来什么产品那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这个产品本身有的一个劣势。那如果这一点会影响到你的话，可能不管这只耳机再怎么好，它都不会太适合你。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啦，我也不要再卖关子，就是它的劣势哦。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耳塞型耳机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地方。那有些人第一就是不能习惯塞耳塞型的耳机。那虽然我觉得以 AirPods Pro 来讲，它用的耳塞算是蛮舒适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解决这种一个塞东西在你耳朵的这种不适感。那以我自己而言呢，我会慢慢习惯这种感觉，但是我刚好就是一个耳朵比较容易会出油的人。那这种时候在戴 AirPods Pro 的时候，它很容易从耳朵里面滑出来。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并不太有解。那除非你去买其他厂商的细胶耳塞，或者是记忆海绵的耳塞，但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问题衍生出来。那第一就是说，它不是真的是苹果官方制造出来的耳塞嘛。第二，有时候它也会影响到它的降噪或是它的通透，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距。但往好处想，苹果就是他们的产品就是很多厂商想要卖他们周边，想要去支援的，所以很自然的在他们周边配件上面有非常多的厂商在竞争，也是持续会有越来越好的这种替代性耳塞出来。那再来我们也会持续去做不一样的测试啊，看有没有找到一些我觉得更好的替代品。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唯一一个可能在 AirPods Pro 2上面，不管怎么样，你要先想好你是不是有办法戴得住这种耳塞型的耳机，那或是耳朵是不是很容易出油，会不会滑出来，或者是可不可以适应这种感觉。好，那我们来讲它其他的全部都是优点。我认为这一次非常多的更新，让我非常期待这一款耳机。那首先当然就是降噪吧。那先前消息来源也分享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进步的降噪，降噪会大提升的。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AirPods Pro 的降噪已经非常好，到底他们要怎么去让它做得更好？那苹果现在发表出来说，他们是比第1代还要好了2倍，对很多不同频率的声音的判断上面会更加的精准。那其实降噪的好坏，有的时候就是在他们接收这些声音频率，他们要怎么去跟它相抵调的这种技术。在这个方面呢，再搭配现在有一个新的 H2 的晶片，这样会带来的体验就是它在降噪上面可以隔绝掉的频率更多元、更多种。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耳朵构造并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些噪音也并不太相同。第1代很多人说，戴了久了之后它的降噪下降。那其实呢，很多人都有做很多科学的测试哦，其实它的降噪并不会因为软体更新啊，戴越久了它的降噪功能越来越低了。因为你用科学的数据去检测的话，它是没有消退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你耳朵习惯听到的东西，如果当你一个部分的东西已经被隔绝掉一段时间之后，你耳朵会自动适应去找到另外的东西去听到。可能另外一个频率相对先前比较起来，在你耳朵上面更显耳嘛，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也会让你说感觉起来好像它的降噪有点下降，本来没有办法隔绝掉那些的频率是本来都在，只是你一开始没有那么去注意到它而已。那现在这个新的更进步的降噪就会在这种部分会让你更有感的，因为它可以隔绝掉的频率又更多。那以我自己耳朵会听到的来讲，像有一些可能偏高频的部分是先前我觉得 AirPods Pro 比较没有办法处理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应该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大的进步。好，那下一点就是它的通透模式。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用 AirPods Pro 或者 AirPods Max， 我一直都是很赞叹它的通透模式，因为我平常其实都是使用通透模式，因为家里有小孩嘛，不要听到他们有什么事情，所以其实通透模式是一个我最喜欢的模式。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苹果通透模式是目前业界第一，而且其他人其实有慢慢跟进，可其实跟苹果的距离还是有蛮大一段。那苹果在这一次通透模式又在向上提升，因为本来的通透模式是很自然的还原它的环境音嘛，有些时候我们不太能控制，你在外面走的时候有什么频率是你不太需要去强调的地方。那以苹果的举例说，像这种工地这种敲击的声音啊，或是很多高频刺耳的这种警铃的声音，那这种东西都是一个持续性的。那苹果要能判断这些声音的话，它在
那里面对这个声音、音频的判别跟演算法就要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依赖这次新的 H2 的这个晶片。那很多观众担心的一点说，苹果如果去处理掉这个部分的噪音的话，是不是其实会带来更多危险？因为很多人用通透就是希望有这些紧急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听得到。那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这个自适应率的通透模式，并不是完全消除这方面的声音。因为我们举例来讲啊，通透模式本来是用麦克风去吸收这些声音，再转进来你耳朵里面。可是苹果这种吸收转换的方式，音效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让你以为是好像没有戴耳，真的听到真实的声音。那我到现在还是非常赞叹这一点。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哦，碰到这种比较持续性的噪音、紧邻的噪音，他们还是会转换进来，只是他们会处理它，降低它的刺耳量，不会让它听起来这么不舒服，或是盖过其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就不用去担心，你就听不到什么声音。而且苹果的通透很厉害，就是它左右平衡的非常好，而且它会真的让你完全的感觉出来它的远近或者从什么地方过来。如果你还没有试过 AirPods 的通透模式，真的是需要去尝试。那下一点呢，就是这个触控的地方。那先前你要去操作 AirPods Pro 或是 AirPods 3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按压的方式。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按压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操作方式，但是还是可以接受。你久了会习惯要压什么点，但是先前要调声音的时候，你必须，我习惯就是用 Siri 或是用手表去调声音。那这次终于加入了，你可以直接在耳柄上面去做滑动，去增加音量、降低音量。这一点也是在 AirPods Pro 上面独有的，所以等于它操纵的便利性跟广度又更好。那再来呢，这些空间音讯啊、头部追踪什么，那当然以现在这个360音效来讲呢，我试过很多不同的厂牌，当然其他人慢慢跟进。可是苹果在空间音讯这一点，它在头部追踪的这个瞬间感跟临场感，还是目前做的最好的一个牌子。那这个你也是要真的去实际体验过，你会觉得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影片里面的感觉起来好像是有不同的喇叭在环绕着你，你的声音会从远到近，从左到右的这种之间的切换。然后针对你头部怎么去转，你会听到这个声音的远近。比如说有人现在在你右边讲话，你头往这边转，离近一点，你感觉好像你离他的距离就近一点。苹果的空间音讯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那这次在 AirPods Pro 2上面又在加强，真的是非常期待测试这一点。那其他像是这首度有的 H2 的处理器，它在音讯上面，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也会有进步。那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它在续航力上面，以 AirPods Pro 它需要通透要有降噪，它额外需要去处理的这些功能这么多的情况下，它的续航力还能达到跟 AirPods 3一模一样，这个是非常的赞叹。因为其实先前第一代 AirPods Pro 有人就觉得说，开了降噪或开了通透之后，它的续航力就会大大的缩减。那这一次呢，我相信也是受惠于这个新的处理器，让它在做那么多的音讯处理的时候，还能做到非常的省效。那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先前在讲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提到，那他当时跟我提的是说，它的这个通透感、这个耳压适应感会有更大的进步。那这个部分我虽然在发表会上没有看到，可是在苹果规格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他们的透气系统可以均衡内外的压力。可是这个部分其实在 AirPods 第一代的时候就做得非常好，那只是有的时候你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点，还是感觉得出来这个耳压，不然你不讲话的时候，你会以为现在是没有耳压的。那这个部分呢，在这一代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我就非常期待。那再来呢，这一次他们在充电盒里面也加入这个 U1 的晶片，那这个就是在你寻找的时候，会有像是你找 AirTag 的这种方式，它可以完全精准的定位，你可以拿出手机，它会跟你说你现在距离这个多远，然后当你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那颗球会靠越来越近，所以你在找 AirPods 的时候就不会像先前这么困难。那另外呢，他们在充电盒上面这次也做了全新的设计，加了喇叭孔在外面，那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在播放声音的时候，它充电盒本身也可以播出一个非常高频的声音，让你更容易找到它。因为其实先前从耳机里面去播声音的方式，那同时你今天可能这个耳机盒又是盖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听到。那有非常多观众提到这个音质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在 AirPods 3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可是苹果的 AirPods 它走的音质的调角一直是一个很平均、很多方面平衡的这种方式啊。那这一次比较可惜，看起来也没有加入这种支援保真音效啊这种高频率的这种播放，那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在其他所有他们在范围内可以进步到的功能都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不枉费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OK， 好，那今天就回答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新一代 AirPods Pro 2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当然也会实际买一台来实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手的感觉，跟前一代相比，跟 AirPods 3相比，我们有什么想法？那就持续追踪我们的影片。那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